你再把它结合起来，这样就又合并成一个零件了，不同的做法嘛，但是它们呈现的效果是一样的。欢迎来到魔剑队，我是雷系教师阿如。如果是第一次看阿如的影片，记得按下订阅哦，这样就不会错过每周2次的团练啦。今天的话呢，我们要来练习的就是零件啦。那一个还蛮简单的啦，只是呢，我们会用到分割，然后也会用到结合。我们来练习这2个指令哦。这是工程图你可以看一下。那各位会选择从哪里开始画起呢？如果是阿如的话，就是前基准面，然后呢圆点定在这个圆心上。那这个它是一个算是直辖槽的形状，但是它有一点特别，是前面这个地方他说它的半径是30，所以这边直径就会是60。那后面这个地方呢，它的厚度不一样，变50。那你会怎么去做处理？我们来练习用分割切蛋糕的方式来去解决这个题目遇到广告的时候呢，可以多看10秒钟哦，这样能够帮助阿如持续创作更多精彩的内容。OK， 好，前基准面嘛，然后呢画一条中心线，多长多长？他说从这里的圆心一直到这边就是60加80。好，不要算，千万不要心算，60加80。好，让电脑帮你算。好，那这条中心线呢，我们来做偏移图圆。记得那个加入尺寸的勾勾不要勾。两端2个方向2端封闭，勾起来。然后呢，他说他的半径是多少？30。好，那你可以直接帮他把半径标上来。好，这个就可以不用管它了。好，不用管它。那再来的话呢，因为它这一个方向的草图，除了这一个直辖槽之外，还有一个这边有一个圆。好，那我也把这个长料的圆呢也画上来。这边有一个圆，然后呢，他说他这个圆从它的圆心一直到大圆的圆心是多少去了？60嘛，对不对？哎呀，60。然后呢，他说他的半径是25，所以直径是多少？50。如果你想要让它跟我们的工程图是一致的，那你记得切换一下导线。那以后打开来的时候就不会想说，奇怪，怎么跟工程图不一样？好，然后呢，还有东西没有设定好吗？它还会上下跑。好，那这边有没有？他说它的圆心画过来，有一个虚线画过来，到这边是50嘛。OK， 好，50的话，我们就把它标一下，圆加中心线拉出来，记得不要在上面你要把它拉出来，跨过这个中心线的范围，它才会变成是直径的尺寸。好，不然呢，它这样子是半径尺寸。50。好，然后呢，这个原始草图就完成了，不要剪，我们这边再多加一条线，不要剪我知道这个半圆不要，你把它切换成建构线就好，这样就好。OK， 好，前基准面再画一次，参考图源，把这个直辖槽复制出来，长料2侧对称多少？忘记了，46。好，那到这里为止呢，其实都 OK， 都很简单。接下来就差什么？要把它切开来了，用分割你可以用基准面加上这个圆的点点，这个直径50、半径25的这个点点，圆心点好，去做一个新的平面。然后呢，你可以在右上角，它这边可以去做切换可以是指令，可以是说明，可以是档案。好，那阿如的话就习惯维持在指令上面，你可以直接输入分割。好，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去找，再插入，然后呢，特征里面这边好也有分割。你也可以自己找，或者是你觉得很好用，想要常常拿来用，
你也可以像阿卢一样，把它从制定里面，指令，然后呢找到特征，里面有一个分割，在这里你就把它拖移出来，放在你的指令列里面。那你以后呢就可以常常用它，真的很好用。分割按下去之后，找到我们刚刚做的那个平面一，去做切除零件的动作，然后两个勾起来，让它保留起来。当然，你可以用下面的设定，就是说我不要的东西，我直接勾选起来，然后它就帮你把它给删除掉了，然后你就可以少做一个删除零件的动作。但是阿卢通常都是会留下来啦，会留下来。OK， 好，切开来之后呢，再来就是做薄壳了嘛，薄壳。那它薄壳的厚度是10，然后呢，你可以显示预览。我们先做右边那一边。好，那形状是不是就出来了？然后呢，换左边这一边，很好玩吧？哎呀，我其实少做一个动作诶，分割完了还没有完哦，移动面啊，你先把它缩短一点呗，5啊，好，往反转方向，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面哦，下面的面也是，好，会往内缩哦，这是移动面，我们之前有讲过了。好像是用 OnShop 讲的。好，然后呢再去做薄壳，有没有？这样子形状就出来了。那你可以 double check 一下，他说呢这个地方外面是50，里面是30，相减之后呢，你这边的厚度应该要是10哦。好，所以呢你可以确认一下，评估测量，按一下外面的面，再按一下里面的面，看一下是不是10。好，垂直距离10，没有错。这样就double check完成了。中间的部分呢，他说是20嘛，对不对？这里他说20，那你也可以确认一下。好，右边的，然后呢，左边的，20，这样就没对啊，对不对？好，这样就没有错了。那你再把它结合起来，这样就又合并成一个零件了。好，所以呢，在一起办不到的事情，我们先分手，个别做好之后再和好。好，这是阿卢之前想的一个故事啊。虽然蛮搞笑的，但就是为了方便记忆所以不要乱学哦。OK， 好，然后呢，再来下一个步骤。他说呢，中间要有这个圆嘛，对不对？要有这个圆，所以你可以前机准面再来画。好，把这个圆呢参考出来，但是没有完哦，因为外面这个东西我不要的。那其实你可以怎么样？你也可以用那个偏移曲面来去做分割，就是把你不要的地方给切掉，可不可以？当然也是 OK 的啊，但是你要做我刚刚没有做，所以你可以把它拉回来加那个东西，这个回溯棒很方便啊，你没有加到，你就是再回头加0，然后呢这边你就把它选起来下面也要哦，下面需要吗？应该不用哦。来，再拉回来。好，这个长料3对不对？好，那你就去做长料的动作。然后呢，不要输入尺寸，虽然它也是两侧对称啊，但是不要输入尺寸，你就直接承袭至某一面。好，告诉他哪一个面，就是这个面另外一边也是。那这样子的操作好像有一点麻烦，可是你以后去改我们的特征，就是这个长料1的特征，你去改它的厚度，它会一直跟着改变。好，这空口无凭啊，我们直接来改嘛，对不对？就变60啊，它就跟着变了。好，再来，你还可以再动，再回来46。所以承袭至某一面的方便之处就在这边那我刚刚的这个圆柱忘记勾那个合并结果，忘记把它取消掉，因为我后面要去做计设，好，所以呢我就先取消掉，好，先去做那个曲面的除料，选择曲面，然后告诉他我箭头朝向的那个方向，这个上面的我不要嘛。然后呢，我只做这个圆柱，打勾，那他就帮你把它给去掉、切掉，像在切水果一样。好，然后呢，另外一边怎么样？计设
那这个就不会是特征了哦，你要把它变成是实体，因为我们刚才不是把它合并结果的勾勾拿掉嘛，所以你就变成是近色本体哦。那你近色过去，你也可以把它合并啊，你这样可以少，不行，不能直接合并，好吧？然后呢，结合 ，OK， 这样就去掉了，是不是很简单？好，然后呢，前基准面再来，他说呢，他还要那个除料嘛，小圆的除料。那小圆的除料呢，你可以直接去针对那个草图点选它，往内往内互打免费嘛，除料，直接贯穿，贯穿两者。下面呢，你就是也是，你说这个地方怎么这样？那你就把这个曲面隐藏起来就没事了。因为那个曲面留在那边就会怪怪的。好，然后呢，再近色一次哦。这次呢，我们就近色零件，不是零件啊，那个特征。OK， 好，然后呢，他说他还要什么？这个地方有一个沟槽的除料嘛，那你会怎么去做？我们有2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用上基准面来画一个这个矩形，然后呢，完全贯穿两者的除料嘛，对不对？好，这是一种。那你也可以再产生一个新的平面，然后呢，画一个长方形，就是在这边产生一个新的平面，再画一个长方形，然后让它除料除到哪里？除到这个位置，可不可以？也 OK。好，所以有2种做法，看你喜欢哪一种啦。好，上基准面，然后我先把原始草图隐藏一下哦。我用中心矩形好了，因为它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原点水平。好，如果你用这个角落矩形的话，你还要再多设定那个对称的限制条件，有一点麻烦，所以我就直接用中心矩形来做。好，然后呢，边线加上零件的边线拱线，那它这边的厚度呢是8，深度呢，35。好，完成。那你看你要不要留这个草图？那我们可以留，也可以不留，因为它是除料草图，也不是很重要的草图。好，除料，完全贯穿两者。好，这是一种做法。那你也可以用新的面，比如说前加这个半圆，去产生一个新的平面。不能用前基准面，那我用上基准面。有了，好，那用上基准面加上半圆的面，好，产生一个新的平面。然后呢，转正。这边画一个矩形，那他说它的厚度是8，那直接锁在我们的零件上面，去做一个除料。这是第2种做法，35。那也塞呗，买塞，就是相同的方式，不同的做法。OK， 好，然后呢，他说这个地方要去做钻孔嘛。那钻孔的话，我们还要这里有圆角呢，没有加到R10，没关系，我们回过头去加嘛，回来这里，好，去加一下10哦，零线，然后再把它拉下来，这边会出问题，但是不用紧张，我们补上就好。因为本来没有那个圆角的面嘛，然后你加了进去之后，你就要把那个圆角面补进来哦，然后问题就会解决，有没有？这样就解决了。再拉下来，好，然后呢，再去加那个钻孔的部分啊，点选我们要钻孔的面，然后呢，异形孔精灵，他说他要直径多少？忘记了，直径12， 3个。6个啦，上面3个，下面3个。那我们做一边就好，另外一边我们就近色。12成型至下一面，是一般的钻孔哦。好，位置我先点3个点，
然后它是一个三角形，所以你可以直接帮它连起来。我这边也做一下好了，因为它是对称的，对称，然后标尺寸。他说这里到这里是15，然后呢，宽度24，高度也是24。OK， 打勾。好，这样钻孔完成。下面呢，计设上基准面，加上我们的特征。再来呢，它上面有洗那个倒角，好，所以倒角是1哦。它里面没有标啦，但是它右上角有讲倒角1乘以45， 3个上面而已哦，这边没有哦。好，再来是下面，打勾。OK， 这样子形状就完成了，是不是特别简单？好，那我们可以稍微整理一下特征数。首先呢，主要的这一个我可能会把它留下，因为它只有2个特征。好，或者是硬要做一个资料夹收起来也可以的。好，那这个地方呢，从分割开始一直到这个什么剥壳，我就做一个资料夹收起来。然后呢，这地方我也做一个资料夹收纳起来。除料的也一个资料夹，你或者是你这个资料夹可以叫做2x2，好，然后这个是第一种方法，平面2的这个呢是第2种方法，再来是钻孔，下面我就没什么好去做资料夹收纳了。好，你可以帮他做什么？你可以帮他做那个，好，比如说你这个意志把它恢复，因为这是第一种做法嘛，然后忽略错误，好，会出问题没有关系。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抑制，好，这个是预设版本，对不对？好，我们做一个 V2 的 V2 就是这2个把它恢复抑制，上面的你把它抑制掉。好，这是第2种。那以后你就可以这样去切换。虽然2个没有什么变化，就是不同的做法吧，但是它们呈现的效果是一样的。好 ，V2 点2下，然后就会切换过去。好，各位也可以去尝试看看有没有不同的方式来去解决相同的问题。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是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阿卢，我会尽量的回复每一位朋友。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每周的团练就不会错过啦。